你们敢信一个人喝了2杯酒就导致了胃穿孔吗？其实正常来讲，长期酗酒或者短时间内大量的饮酒，才有可能会增加胃穿孔的概率。那么这人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能够把胃给搞炸？答案是液氮鸡尾酒。其实不只是在酒吧，之前火过一阵子的网红冰淇淋，看上去仙气飘飘的，也是加入了液氮的缘故。事实证明，冰淇淋还是老的味道，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噱头当卖点。可这样新奇的东西，往往更容易让人忽视安全问题。2012年10月4日，英国一位名叫盖比·斯坎伦的青少年来到了兰卡斯特市中心的一家奥斯卡酒吧，庆祝自己18岁生日。同行的还有13位朋友，他们在享用完生日大餐后，打算喝点小酒，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当然，他们都不是什么酒鬼，所以盖比的父母也非常支持这种简单温和的生日派对。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问题。在晚餐阶段，盖比只喝了1小瓶啤酒，并无任何的不适。当时由于酒吧新推出了一款硝基野格利口酒，就有朋友给盖比点了2杯。话说新品就是不一样，仪式感非常强。酒保将一杯酒放在了盖比面前，接着大手一挥，将液氮从金属罐中倒入到他的玻璃杯中，温度保持在零下196摄氏度左右。随后酒保往里面加了少量的野格酒，产生了大片烟雾。这一切都非常的有戏剧性。在小伙伴们的惊声欢呼声中，盖比直接吞下了这杯酒，而且不止他，另外3个朋友也喝下了同款冒烟的酒，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起初盖比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他只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款酒当中有类似于茴香的味道。酒保得知后立刻表示要再请他一杯作为生日礼物，味道会调的淡些。虽然自己对这酒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盖比始终都很有礼貌，欣然喝下了第2杯。很快盖比觉得一阵肚子痛，喘不上气。酒保提醒他，这种酒可能会让他有胃胀气的感觉，不需要太过担心，因此他也没有多想，总以为过一会儿身体就会恢复。可是他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胃部不适感越来越强烈，同时还伴随着翻江倒海的恶心。很快盖比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了，周围的人纷纷都问他是否还好，可盖比实在是太痛了，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慌了，盖比也害怕起来，他痛得连路都不能走，肯定是喝这酒出了问题。好在盖比的朋友坚持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这才捡回了一条命。根据 CT 扫描，盖比的胃部有一个大穿孔，必须要立刻送往手术室。然而直到手术过程当中，医生们才意识到女孩胃部的受伤情况比想象当中要严重的很多。液氮这种化学物质因为极低的温度，直接在盖比的胃上烧了一个大洞，而且严重破坏了胃壁。医生不得不帮他切除了整个胃，最后只能将食道直接连接到他的小肠。就这样，盖比在 ICU 待了整整1个星期之后，才转到普通病房。1个月后，他才被批准出院。令人痛心的是，在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前，盖比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喜欢尝试各种美食，而经过此劫难，他不得不告别这些了。现在的盖比虚弱无力，脸色苍白，必须要清淡饮食，还不能多吃。医生告诉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肠会越来越适应的，但由于没了胃，盖比永远不会有饥饿感或者饱腹感，并且没有了消化能力。换句话说，他这辈子都只能依靠注射维生素等代餐营养品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出院后的盖比每天都在不断安慰自己，能活下来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了，其余的就不要多想了。但这种话说归说，他还是非常的愤恨的，自己才18岁，本该是充满活力的年纪，可算是被那2杯酒给害惨了。回想起那晚在酒吧的场景，盖比感觉莫名其妙，为何酒吧会提供如此危险的东西？况且酒保只告诉了自己等几秒钟之后再喝，自己也完全照做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液氮本身就是一种花里胡哨的形式，并不会给酒增加特殊的风味，但在那样的气氛下，为这一噱头买单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那下面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液氮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首先，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无色无味无毒，在常温常压下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而液氮是氮气的液态形式，温度可以达到零下196摄氏度，因此常常被用作冷却剂。比如有些餐厅会用液氮来快速冷冻甜点和冰淇淋，在顾客面前展示瞬间冷冻，效果拉满。还有就是酒吧常用来调酒，一方面液氮可以快速冷却玻璃杯，另一方面当液氮添加到饮品当中，冷淡蒸汽凝固周围空气当中的水分后，就能够迅速产生烟雾效果，很是新奇。然而这个东西虽好，但由于温度过低，人体接触后容易导致冻伤和低温灼伤，会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另外，当液氮蒸发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如果这个时候因为好玩而在密闭空间里摄入大量的液氮，很有可能会使空间膨胀，最终可导致爆炸。由此看来，人们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安全使用液氮。可实际上，液氮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受管控的物质，
并且大多数人对它存在的风险隐患都毫不知情。确实，光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无色无味的烟雾能有什么危险呢？可大家设想一下，当人体皮肤接触到液氮，这其中的温差会使液氮迅速沸腾，从而形成一层蒸汽膜。接触时间短的话，确实不会发生什么，但如果两者继续接触，人体皮肤的温度便会骤降，造成严重的冻伤。所以当盖比喝下还没有蒸发完的液氮鸡尾酒后，剩余的液氮流入温暖的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氮气。此时盖比自己也会明显感觉到肚子越来越胀，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盖比的遭遇，奥斯卡酒吧的负责人安德鲁·邓恩承认酒吧未能保证饮品安全，但并不认罪。最终，奥斯卡酒吧被罚款10万英镑。可无论罚款金额是多少，盖比永远都没有办法换回健康的身体了。对此，盖比的母亲丽莎感到非常的心痛，自己和丈夫可以算得上是严格的父母了，而女儿从小乖巧懂事，很少让他们操心。这次18岁的生日对盖比来说意义非凡，作为家长，他们也充分尊重女儿的意见，同意她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庆祝。据丽莎所知，他们那群人中有9个人尚未成年，所以当天滴酒未沾。再者就是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所以即便已经成年了的小伙伴，也最多就喝了1-2杯。当天晚上11点左右，盖比就从医院打电话来。他告诉母亲自己喝完酒有些不舒服，在医院接受检查，不需要担心。由于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护士也建议丽莎先在家耐心等待 CT 结果，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丽莎彻底未眠，她不停地给医院打电话，可直到盖比的手术快临近尾声，护士才通知她去医院。看见躺在 ICU 里面的女儿，丽莎以泪洗面，医生如实的报告盖比受伤的情况，深表可惜。而丽莎非常的崩溃，女儿出门的时候还活蹦乱跳，怎么短短几个小时就遭受了如此严重的创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事后，许多家长都站在了受害者这边，开始痛批酒吧的无良行为。为了营销卖酒，他们不惜利用这种危险的噱头吸引顾客，殊不知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漏洞。而盖比仅仅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酒吧不该是玩弄化学物质的地方，更何况这些酒保都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其实类似的意外事故还不在少数。曾经美国有一名儿童因使用液氮冰淇淋后开始疯狂咳嗽，进而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性命。话说这种冰淇淋大家应该都有见过，一边吃一边嘴巴里会冒烟，特别容易吸引围观群众，可稍有不慎，舌头就有可能会被冻伤，像是被粘在一起开始出血。当然这只是最轻微的一种情况，因为嘴巴、腹部冻伤的受害者也大有人在。虽说只要合理运用，液氮并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但咱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如果大家在餐桌上遇到了液氮处理过的食物，记得要等所有气体蒸发完后才能够安全食用，尤其是酒吧里昏暗条件下，一定要仔细观察，等酒不再冒泡了再喝，别一个劲上头一饮而尽。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因为它看起来仙气飘飘、造型独特，就觉得是高级料理的象征，疯狂追捧那些液氮处理过的食物。殊不知，它也可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疯狂的给我们致命一击。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尝试过液氮食物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的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转发。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